原文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，为天下溪。恒德不积，恒德不积，复归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入，为天下欲，为天下欲。恒德乃足，德乃足，复归于仆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，为天下事。恒德不特，德不特，复归于无极。握散则为器，圣人用则为官长。夫大智无歌。白话：王知其雄，而能柔静，以利天下，恒德不凶。如赤子心，王之清白，而能忍辱，以成天下，任重道远，其德纯厚，安于直仆。王之恩赏，而能威罚，以律天下，恒德不二。无私无党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，不分族群。王明白自己拥有雄视天下的力量，却仍以柔静之心对待诸侯。他以贸易、通婚与文化交流，和谐万邦，利益天下，就宛如滋养万物的溪流。与诸侯相处，并非像公鸡般自鸣得意、凶顽而高傲，而是保持如婴儿般的赤诚与真心，与天下诸侯推心置腹。即使王明白自己的政策决断无误，但若诸侯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导致失败，他仍会以天下为重，承担一切后果。唯有胸怀如江海般宽广，方能容纳百川，使天下归心。王懂得施恩与奖赏，亦能持威执罚。对诸侯的赏罚必须公正无私，不偏不党，方能令天下幸福。于是万物各得其用，人人皆能展现其才，不分族群，不立界限，天下自然归于大同。黄老之学中有句话：握散则为器，但在后世却被汉儒改作朴散则为器，多半是因为他们未能真正理解其意，毕竟时隔2000多年。握这个字指的是临时搭建的木杖，在夏初洪水未退之时，王与诸侯的朝会多半就在这握中举行。当朝会结束，木杖拆散，而诸侯便各自依分配之职，奔赴所任。握散则为器，正是对这一场景的生动譬喻。那么，古代的共主又该如何与诸侯相处？或许从这里我们能找到答案。共主与诸侯的关系如赤子相交，纯诚无畏。共主对诸侯尽心尽责，任重道远。共主待诸侯公平无私，绝无偏党。当共主朝会诸侯，分派调遣，皆依其长处而任其才，不以族群为界，不以亲疏为别。这篇文章推测应成于夏朝中期，彼时夏朝已立国400余年，地球生态已经恢复平衡，多余的海水已被大地吸纳，海平面也回到正常位置。经过数百年的长治久安，共主与诸侯之间的政体结构已趋于稳定。然而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期，真正的考验才悄然开始。因为夏朝正由道治转向德治，道治与德治都属于道法自然的范畴，表面看似相近，但本质上却各有侧重。
道治更贴近于自然的规律，德治则更倾向于人心的关照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自然与人心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显露出来。到了夏朝的后期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越发显而易见。就如同黄河淤沙渐增，是否应该改道，是否该迁徙，若依道治，便当顺应自然，以疏导之法避免淤滞，如同上善治水般，以地、消、性、势、能、时之道开展治理。若依德治，则着眼于人心，以德治化解民怨，先遵循旧法维护固有之河道。若仍不行，就会导致小规模泛滥，就得行仁义之举，及时救援帮助。若泛滥严重致灾，就只能靠堤坝维系了。若连不断增高加厚的堤坝都溃决，那百姓就只能泡在黄泥汤了。夏朝在政治上仍延续亲中选贤的传统，直到夏后氏时期，父传子的制度才逐渐确立。亲中选贤的范围远比父子相承更为宽广，因此更有可能选出贤明的君主。而制度的成败，关键仍在于对王储的教育。龙入若惊，会大患若身。这段话正是取自王储教育论述的笔录。至于族群德性的兴衰，则取决于文明意识的演化进程。如前所述，夏朝如人之壮年，气盛而中正；至殷商，如人之暮年，病变而昏聩；至周，如进入丧仪之时，而腐化也提前到来。东周则被解构四散。至汉武之后，文明正式迈入腐败阶段。于是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法，并非人为制度的进步，而是文明意识由盛转衰的自然趋势，一种势所必然的下行演变。道德之治，取法于自然，最为困难，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最高，但治理水准可达到8、9、10分以上，因此令人向往。仁义之治，取法于人心，对政治家的要求较低，能维持6、70分的治理水准，让人们安于公平与正义之中。至于礼法之治，取法于制度，对政治家的要求极低，治理水准仅4、50分，贫富悬殊，阶级分化。一旦礼法的堤坝抵挡不住欲望的洪流，便会迅速坠入暴乱与灭亡的人间炼狱。若换作其他时代，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，不分族群，或许只是理想而难以实现，因为文明意识已然老化、腐化。但对于夏朝中期的人们而言，这却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忠信是人人具备的基本品德，只要分派无私，诸侯必然尽力执行。若执行成效不佳，王也会知其白，守其入，为天下欲，亲自承担后果。因此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其意并非对于天下所有权的宣告占有，而在于王者对治理天下的责任与义务。
Thank you.